2025年年初，人工智能界的一条新闻让科技圈和吃瓜群众全都瞪大了眼睛。ChatGPT 之父萨姆·奥尔特曼在社交平台上突然宣布他当爸爸了，一个早产的小宝宝降生。然而这本不算离奇，可接下来坊间流传的细节却让人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据说这个孩子有2个爸爸，没错，就是萨姆·奥尔特曼和他的同性伴侣，2位男性共同生了一个孩子，双雄生子。这听起来像科幻电影的桥段，2个男人怎么可能自然孕育出婴儿？难道奥尔特曼偷偷用了什么黑科技，让自己的细胞变成了卵，与配偶的精子结合，创造生命？一时间，网络上议论纷纷，甚至有人把这个神秘宝宝戏称为 AGI 男孩，仿佛他是人工智能时代的某种象征。究竟是真的基因奇迹，还是网友们脑洞大开的传闻？奥尔特曼本人没有透露孩子出生的具体方式，更没有证实这些传言，但双父生子的猜想已如野火般传播开来，吊足了所有人的胃口。差不多就在同一时间，另一则爆炸性消息从大洋彼岸传出，生子狂魔埃隆·马斯克疑似迎来了他的第13个孩子，而且是个基因定制婴儿。据传，这位特斯拉和 SpaceX 的老板与一名美国女作家秘密生下了一个孩子。生孩子对马斯克来说本不稀奇，这位硅谷大佬前后后已经有将近10个孩子了，素有地球人口大使之称。然而新传闻称，这个新生儿并非普通的娃娃，而是经过基因编辑和筛选定制出来的超级宝宝。据八卦消息声称，马斯克利用最新基因筛选技术敲除了孩子基因组中许多不利基因，使得这个孩子天生具备抵抗某些疾病的能力，还拥有异于常人的记忆力和学习天赋。据说这个小孩从幼年起就能流利掌握多种语言，自学完成高中课程，简直像现实版的超级天才。消息一出，公众一片哗然。马斯克对这则离谱爆料保持了沉默，甚至有人发现这故事爆发于4月初，不禁猜测这是否只是场恶作剧。然而玩笑归玩笑，马斯克平日对前沿科技和疯狂梦想的执着却是认真的。他最新火箭和脑机接口也曾多次公开表示人类应大胆生育，拓展种群。这回关于基因宝宝的传闻仍然让无数人脑中蹦出一个大大的问号，难道硅谷的科技富豪们已经开始集体定制婴儿了？2则听起来匪夷所思的消息前后脚点燃了大众的想象，一边是 AI 教父疑似利用生物技术实现男生子，一边是太空狂人被传用基因编辑打造超人宝宝。故事情节之离奇，让人恍惚间以为是科幻小说情节在现实上演。可细思极恐，这些传闻背后的每个元素，无论是2个爸爸生孩子，还是基因编辑婴儿，其实都与当今真实的科学研究不谋而合。换句话说，这些看似天马行空的情节并非完全没有科学依据。硅谷大佬们的所作所为往往介于现实与科幻的边缘，他们投资的前沿项目正试图把人类很久以来的幻想变成现实。那么问题来了，我们真的已经身处基因定制时代的黎明吗？要弄清这一切，我们需要回顾过去10年来基因科技发展的一连串惊人事件，把那些散落的拼图碎片拼起来，看看到底是哪些进步让双雄生子和超人婴儿从笑谈走向了可能。首先，让我们简单了解一下这里关键的科技概念。什么是基因定制？简单来说，就是在孩子出生前，通过技术手段挑选或修改其基因，从而定制宝宝的某些特性。这有点像定制一台电脑的配置，甚至像修改游戏角色的属性，只不过对象变成了未来的生命。过去20年里，生物学家找到了基因编辑的剪刀，可以对 DNA 这本生命说明书进行修改。其中最著名的工具叫做 CRISPR， 这是21世纪最轰动的科学发明之一。它就像一把分子手术刀，能够按研究者的设计在 DNA 上精确地剪切和粘贴。如果把人的基因比作一篇文章， CRISPR 技术就好比一个可以精准定位错别字并修改的编辑器。有了它，科学家可以尝试删掉有害的基因片段，修复突变，甚至插入新的功能基因。听起来是不是很酷？然而，基因编辑真正应用在人类婴儿身上，
却一直被视为科学禁区，因为这意味着改写生命最基本的代码，而且这些改动可能世代相传，影响深远。相比之下，还有一种比较传统且已有应用的定制方式，不需要直接改写基因，而是挑选。这指的是通过试管婴儿技术体外受精后产生多个胚胎，然后对胚胎做基因检测，挑出符合父母心意的那个来孕育。比如有些夫妻会选择没有遗传病基因的胚胎，或是选择他们想要的宝宝性别，这叫胚胎筛选。以前这主要用于避免严重遗传疾病，但如今技术公司声称可以通过分析胚胎的基因，预测它将来患常见疾病的风险，甚至推测智力和身高等复杂性状的倾向。想象一下，父母也许无法设计出一个爱因斯坦，但如果他们在10个受精胚胎里选一个基因评分最高的培养，那么在概率上或许能提高孩子聪明和长寿的机会。这听上去就像从基因菜单上点菜，选一个最优宝宝。这种做法目前也存在巨大的伦理争议，但它的确绕过了直接修改基因的风险，因为只是选择现有的，而没有创造新的基因组合。基因编辑和胚胎筛选这两条路径都指向人类对自身繁衍的前所未有的掌控力。如今，当我们谈论定制婴儿，既包括用基因编辑直接改造胚胎 DNA， 也包括利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分析，从一堆胚胎里筛出你想要的那个。科技的脚步往前走得飞快，从理论走向实践仅仅用了几年时间。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回顾近10年来那些标志性的里程碑事件，一步步看清这盘基因终局棋局是如何布下的。时间倒回到大约10年前，2015年前后，基因编辑技术刚刚崭露头角，就引发了第一波舆论风暴。这一年，中国的科学家们率先做了一件当时看来非常大胆的事，他们在人类胚胎上尝试了基因编辑。具体来说，广东的一支研究团队对几个无法发育成胎儿的早期人类胚胎进行了实验，试图修改导致遗传性血液病的基因。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在胚胎层面动用基因剪刀。虽然这些胚胎并不会被移植子宫发育成婴儿，但消息一经公布，依然震惊了全世界。支持者认为这是迈向消除遗传病的里程碑，反对者则忧心忡忡，觉得打开了潘多拉魔盒。那时国际科学界立刻召开了紧急讨论，很多顶尖科学家和伦理学家聚集一堂，商量对策。大会的结论是含蓄而明确的。目前来说，让经过基因编辑的胚胎出生为婴儿是不负责任的。换句话说，可以在实验研究中摸索技术，但绝不能贸然让一个基因被改造过的宝宝来到世上，至少在社会各界达成广泛共识之前不行。当时几乎所有人都以为科学家们会谨慎地遵守这个共识，暂时不会有人突破最后那一道红线。可事情的发展出乎所有预料，仅仅3年后，那个红线就被人踩得粉碎。2018年11月，一条消息在网上炸锅，世界上第一例基因编辑婴儿在中国诞生了。发布这则消息的是中国科研人员贺建奎，他公开宣称自己利用 CRISPR 基因剪刀修改了2枚人类胚胎的基因，这对双胞胎女婴已经平安出生。消息传出，举世哗然。原来这位年轻的研究员不顾国际准则，私下招募了一些伴侣携带 HIV 病毒的夫妇，实施了这个秘密项目。他瞄准的基因叫 CCR5， 正常情况下，这个基因是艾滋病病毒进入人体细胞的大门，敲除它可以使人对艾滋病病毒天然免疫。贺建奎的初衷据称是让孩子遗传到一种天生抗爱的能力，听起来似乎是好意，然而全球科学界和伦理机构对此举措几乎一边倒地谴责，因为在大家看来，这不是迫不得已的治疗，而是在拿健康婴儿做前所未有的人体试验，冒着无法预测的风险去追逐一项不被认可的增强。而且他瞄准的 CCR5 基因有正常功能，轻率的破坏它可能带来其他影响，更何况这对双胞胎今后的健康和隐私也将背负沉重压力。很快，中国政府介入调查，贺建奎团队被叫停，事后他和同事受到法律制裁，被判刑入狱。那一刻起，
基因编辑婴儿似乎变成了一件臭名昭著的禁事，所有有关的科研都变得极敏感。然而，故事并就此打住。在贺建奎事件平息后，世界各国进一步加强了对人类胚胎编辑的监管，但科学探索的脚步其实并未停下，只是变得更加低调隐秘。事实上，就在公众因基因编辑婴儿的伦理问题炒作一团时，基因科技本身却在突飞猛进的发展。2020年秋天，瑞典的诺贝尔奖委员会将当年的化学奖颁给了2位女性科学家，以表彰他们对 CRISPR 基因编辑技术的发明和发展。这意味着基因剪刀的价值获得了最高的认可，毕竟它在实验室中已经成为改变生物的常规工具。同一时期，基因编辑在医疗上也传来喜讯，科学家们开始用 CRISPR 治疗一些成年人的遗传病，而且初步结果相当令人振奋。比如有一位患有遗传性血液病的女士，通过在体内接受基因编辑疗法，成功摆脱了反复发病的痛苦。因为这种治疗并不涉及修改生殖细胞，不会遗传给后代，所以争议较小，也更容易开展。换句话说，基因剪刀正在救人，只是不直接拿来造宝宝罢了。另一方面，在不编辑基因而定制后代的道路上，这些年也发生了重要变化。许多顶尖的生殖医学实验室和新兴创业公司投入到胚胎基因检测和选择领域，他们利用日益强大的计算能力，试图从胚胎的 DNA 中读出未来的信息。过去我们只能筛查出1-2个致病基因，现在有公司宣称可以综合分析成百上千个基因的变异，算出每个胚胎将来得某种病的几率是多少，甚至给出一个代表智力潜能或其他性状的分数。虽然这些预测远不精确，但已经有一些迫不及待的父母愿意尝试。据报道，2022年前后就已经诞生了全球首批经过多基因风险筛选后选出的试管婴儿。这些宝宝的父母并非要把孩子变成天才，而是希望孩子将来更健康，不易患上比如糖尿病、心脏病这类常见疾病。然而，这项技术从诞生之初就伴随巨大的争议，因为同样的方法也可以被用来选胚胎的智商和身高。谁能保证今天只是防病，明天就不会有人求选贤？胚胎筛选的费用目前仍然昂贵，每次筛查价格以数万元计，而且 IVF 本身成功率有限，如果想从中挑一个最优，往往需要培养许多胚胎。这些因素都决定了这种定制服务短期内只对富裕阶层可行。由此，人们已经开始担心一个问题：基因定制会不会成为富人的新玩具，加剧社会不平等？毕竟有钱人才能筛出完美宝宝，而普通人可能连这个门槛都够不着。就在大众对设计婴儿这个话题还停留在假想和讨论时，硅谷的行动派们早已悄悄布局。没错，目光转向大洋彼岸的美国，加州那些高科技富豪们。你或许想不到，其实在上一个10年的末期，硅谷内部就已经掀起了一股对于人类生育和繁衍技术的投资热潮。许多科技领袖相信，未来几十年生物技术将和信息技术一样颠覆世界，而他们不想错过这趟列车。其中就包括我们开头提到的萨姆·奥尔特曼。早在2018年前后，这位 OpenAI 的掌舵者就投资了一家生物科技初创公司，名字叫 Conception。 这家公司野心勃勃，瞄准的是一种听上去像科幻的技术——体外配子发生。简单解释，就是从血液或皮肤等体细胞中培育出人类的卵子或精子。在正常情况下，女性一生中只有有限数量的卵子，而男性不能产生卵子。然而，如果体外配子技术成功，意味着女性可以获得成百上千的卵子，来提高试管婴儿的成功率。更惊人的是，男性理论上也能提供遗传物质制造卵子。如此一来，同性伴侣之间生育力有问题的家庭，甚至独自想要孩子的人，都有了全新的生育途径。奥尔特曼对这项技术的投入引发了很多人的联想，是不是有朝一日2个男人真的可以共同拥有一个有他们双方基因的孩子？ Conception 公司的目标恰恰是这个，让任何人和任何人都能结合基因生孩子。如果说贺建奎的实验像一场鲁莽的偷跑，那么硅谷这些人资助的项目则像是在为长远未来下棋。
他们笃信科技终将突破瓶颈，而当那天到来时，作为投资者和第一批尝鲜者的他们将引领新的时代。奥尔特曼并不是孤立，硅谷的创业版图中有一个不大不小的角落，专注于生育科技和遗传工程，背后站着的大多是耳熟能详的名字。社交媒体上甚至有调侃，这些年科技大佬们忙着搞两个东西，一个是上火星，另一个就是造娃娃。例如，著名投资人彼得·蒂尔资助过提高人类生育率的项目，加密货币巨头布莱恩·阿姆斯特朗公开畅想未来的试管婴儿诊所，可以生成成百上千个胚胎，供父母选择最理想的一个。就连马斯克，除了自己主动多生孩子外，也表露过对高科技辅助生殖的兴趣。据传，他对一些前沿的生物初创公司有所投资，当然，这些投资很多是保密的，细节不得而知。但马斯克的行为已经说明了一切。相比纸上谈兵，他更愿意身体力行。他通过代孕等方式，很快地扩张自己的家庭，一再呼吁社会不要陷入人口衰退危机。从某种意义上说，马斯克希望用数量取胜，而奥尔特曼这类人则希望用技术取胜。不过当技术成熟后，二者或许会殊途同归。想象一下，如果基因定制变得切实可行，生10个普通孩子不如定制一个天选之子了。这听着可怕，却并非没人想到。硅谷的文化向来崇尚极客试验和超前思维，一些隐秘的讨论圈子里，人们早就开始严肃地谈论起人类优化的种种可能。再把目光转回实验室，在过去几年间，科学前沿继续为定制婴儿扫清障碍，取得了几项关键突破。2023年年初，日本的研究团队创造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生命奇迹。他们利用2只公鼠的细胞，培育出了健康的小鼠后代。具体做法是将公鼠的体细胞转化为干细胞，再诱导这些干细胞丢失 Y 染色体，变成类似女性的 XX 细胞，接着把这些细胞培养成卵子，然后用另一只公鼠的精子去受精那个人造卵子，成功发育出胚胎，并诞生了小老鼠。这是世界上首例双父生育在哺乳动物上实现，虽然是在小鼠身上，但充分证明了原理上可行。消息一出，全球媒体都报道了这2只爸爸的小鼠宝宝，人们不禁展望未来10年、20年内，人类是否也能做到这一点，让2个男性实现共同的亲生孩子。不过，科学家也提醒，这项技术距离在人类应用还有很长距离，需要攻克卵子、培育效率和安全等诸多问题。但不管怎样，它让曾经看似天方夜谭的双雄生子有了可靠的科学依据。想到这里，再回头看奥尔特曼的那个传闻，就觉得并非纯属瞎编。毕竟连老鼠都成功了，人类也许只是时间问题。同一年，生殖医学领域也出现了一些标志性事件。英国诞生了全球首个通过线粒体替代技术出生的婴儿，也就是俗称3级父母宝宝。这个技术目的是为了让携带严重线粒体遗传病的母亲生出健康孩子，其原理是在体外受精时，用一位女捐献者的健康卵子细胞质来替换母亲有缺陷的卵子细胞质。结果孩子的遗传物质来自一位父亲和2位母亲，主要基因还是父母的，只有线粒体 DNA 来自捐献者。虽然这不属于常规的基因编辑，但确实改变了传统意义上父母与孩子的基因关系，表明人类已经在有限范围内重塑繁衍规则。英国的监管机构在谨慎评估后批准了这种特殊情况下的3亲婴儿，可见一些曾经禁忌的技术正逐步被社会接受，只要目的是治疗疾病且确保安全。可以想见，如果哪一天有人提出使用基因编辑防止天生致命疾病，公众和监管层或许也会认真考虑，而不再是一味地说不。事实上，2023年在伦敦召开的第3届人类基因组编辑国际峰会上，专家们的共识是，对于治疗目的的胚胎基因编辑，随着技术完善，可以在未来进行临床试验，但前提是必须非常严格地控制适用范围和确保安全有效。目前还不是实施的时候，但已经在为将来可能的应用制定路线图了。由此可见，人类社会的大门并没有对定制婴儿永远关闭，它只是留了一道谨慎的门缝。一旦科学证明足够安全，
并且是为了防止严重疾病。那些今天不可能接受的事情，明天未必不可能。当然，在所有科学进展中，人工智能的崛起也是不可忽视的背景。2022年底到2023年 ，ChatGPT 为代表的 AI 技术横空出世，给各行各业都带来了想象力的升级。在生物医药领域， AI 成为研究者的新助手。例如， AI 可以帮助设计更高效准确的基因编辑工具，预测修改特定基因后可能产生的影响，减少盲目试错。同时， AI 也被用于分析海量的遗传数据，寻找疾病与基因的复杂关联。这意味着，将来医生或许能更准确地评估一个胚胎的潜在健康和能力指标。而对于有雄心的父母来说， AI 甚至可以生成报告，告诉你哪一个胚胎可能长得更高、更聪明。虽然这些预测可靠性有限，但技术的方向确实如此。可以说， AI 正在加速基因定制的进程。有趣的是，萨姆·奥尔特曼作为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军人物，同时又投资生育科技，他本人就是 AI 与基因交汇趋势的象征。如果说过去的10年是 AI 腾飞的10年，也是基因编辑逐渐实用化的10年，那么即将到来的年代，两项技术很可能深度融合。一边是算法和算力的指数级提升，一边是对生命机理越来越深入的掌控。这两股力量正在把科幻中设计生命的场景一步步拖进现实。现在回到2025年，当我们重新审视开头提到的那些轰动传闻时，会发现它们并非空穴来风，而是这10年历程的一个戏剧性总结。萨姆·奥尔特曼喜得贵子，他选择在社交媒体高调晒娃，却只字未提孩子的出生细节，引发大众猜测这是否是体外配子技术的首秀。尽管理性分析，这个孩子极有可能是通过传统代孕获得，毕竟 Conception 公司并没有宣布任何成功案例。但奥尔特曼刻意营造的神秘感和此前的技术铺垫，让人不得不往双父生子方面去想。而不管真实情况如何，仅这种猜想的出现就说明了一件事：公众已经在认真地考虑以前想都不敢想的生育模式了。同时，马斯克那边的绯闻更是把话题推向高潮，哪怕它很可能只是博人眼球的夸张杜撰，但它之所以传播开来，也是因为人们觉得马斯克干得出这种事。细想想，这些年马斯克在脑机接口、火星移民上做的事，何尝不是在突破人类边界，给孩子动点基因手脚，仿佛也在他的调性之内。更别提他本人就对优生学议题发表过兴趣，曾说过希望自己的孩子聪明健康，为此做些科学干预在所不惜。无论传闻是否真实，他都强化了大众的一个印象：科技精英们正站在人类繁衍的前沿，他们有资源、有动力去尝试凡人不敢碰的造人黑科技。可能现在我们听到的只是小道消息，未来某一天，这些小道消息就会变成新闻头条。站在今天这个时间节点，我们需要问自己，硅谷真的在集体定制婴儿吗？也许集体这个说法还言过其实，但可以肯定的是，一场围绕未来婴儿的技术竞赛早已悄然开始。参与者不只是科学家，还有那些手握重金、思想激进的大富豪们。对于他们而言，让后代在起跑线上领先不只是家庭私事，更关乎着一种信念，即技术可以也应该用来突破人类自身的限制。哪怕目前并没有哪个富豪公开承认我打造了一个基因编辑的孩子，他们暗地里的种种布局已经在为那个方向创造机会。当年的互联网和移动革命正是由这些人推动，将科幻变成了日常。而今天，基因革命的大幕似乎也已拉开一个缝隙。或许真正的超级婴儿尚未降生，但他们的摇篮已经在建造之中。这一路走来，我们见证了希望，也目睹了隐忧。基因定制技术确实有潜力带来福音，谁不希望孩子免受疾病困扰，拥有更好的先天条件呢？如果科学能够消除遗传缺陷，增强人的抗病能力，那将减少无数的痛苦。然而，每迈出一步，我们也在挑战道德和社会的底线，伦理冲击如影随形。我们是否有权利如此深刻地干预自然？如果可以设计完美宝宝，是否意味着自然孕育的孩子被贴上了次等的标签？当有些人开始人为改良人类，而另一些人选择保持天生，人类内部会不会出现前所未有的鸿沟？有学者担心，
基因定制若无限制发展下去，人类社会可能演变出基因种姓制度，就像古老的种姓制度按出身将人划分3、6、9等。将来经过基因优化的人和未经优化的人，或许会被当作2种类别。那时，富裕阶层的子女可能天生智力超群，身体完美，掌握社会精英地位，而穷人家的孩子依然平凡，甚至带着遗传病，在竞争中越来越处于劣势。这听起来像上世纪科幻电影《千钧一发》Gattaca 的现实版。在那部影片中，基因经过筛选优化的优等人和自然出生的自然人泾渭分明，后者被视为低效的群体，而处处受限。而我们不希望自己的世界走到那一步。可如果基因定制技术只被一小部分人垄断，又缺乏监管和公平渠道，这样的未来并非危言耸听。另一方面，还有人提出了基因污染的隐喻，即随意改动人类基因库可能产生无法预料的负面后果。一旦很多人开始修改胚胎基因，我们人类整体的遗传多样性可能下降。如果大家都奔着某些理想基因去修改，反而会让人群基因变得过于单一，经不起环境变化的考验。此外，基因编辑还存在脱靶风险和潜在副作用。万一哪次修改引入了新的缺陷，这个缺陷还会遗传下去，影响后世子孙，范围可能超出想象。更极端的说，如果有人存心不良，利用基因编辑制造某种生物灾难，那简直后果不堪设想。当然，这些是最坏的途径，但并非不值得警惕。技术一旦普及，滥用和事故的可能性就会上升。我们是否有足够的预案来避免基因层面的环境污染和灾难？面对前所未有的机遇和风险，人类似乎走到了一个命运的十字路口。或许未来最终会出现3种截然不同的结局。第一种结局是我们找到了智慧和勇气，以全球协作和严格伦理框架引导基因技术造福所有人类，那将是一个相对光明的未来。遗传疾病被消除，大家都能公平地获得健康和增强的机会，人类整体得到进化，但仍保有共同的身份。第二种结局是出现基因贵族和基因平民的分化，科技成为少数人的垫脚石，绝大多数人被远远抛在后面。那时社会阶层将固化为生物学等级，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被写进基因里，成为新型种姓制度，这无疑是一场噩梦。第三种结局则更加阴暗，是技术的失控导致的灾难，可能基因编辑的累积错误引发物种衰退，或者因为某次严重的道德越界引起全球强烈反弹，甚至极端冲突，让人类社会陷入混乱。简而言之，要么我们成为掌握基因之力的新人类，要么陷入基因鸿沟无法自拔，亦或是在试验中付出惨痛代价。那么人类究竟会选择哪条路？这是摆在我们这一代人面前的重大考题。也许上述3种结局并非命中注定的宿命，而取决于我们如何行动。科技从来都不是纯粹的救世主或恶魔，它的走向由使用它的人决定。当基因编辑的惊雷划破天际，我们能否驾驭这股力量，让它照亮未来而非烧毁未来？基因终局的戏码已经开场，接下来剧情如何发展，还看我们人类自己，是创造一个没有疾病和衰老的新世界，还是制造一个分裂和危机四伏的明天？当人工智能和基因工程携手改变生命的定义，我们每个人也站在了历史抉择的关口。或许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就会迎来答案。在那之前，不妨扪心自问，如果让你决定人类进化的方向，你会怎么选？我们的未来将由此刻的抉择所塑造。人类命运的终局会是美好的新纪元，还是难以挽回的悲剧？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深思。